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君。海贼王里，路飞从一出海就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伙伴，并且从开始就想要两样东西，一个是音乐家，另一个就是铜像。我们看到海贼王里的众多海贼团，几乎没有哪个团有人专门来担当音乐家的。但是路飞是要尽情享受航海冒险趣味的人，每一次胜利都要开宴会，音乐必不可少。他从东海开始就想要音乐家，直到恐怖三角洲终于遇到了布鲁克。在路飞小时候，红发香克斯海贼团的那种欢乐的气氛，就是他对海贼的幻想，所以不难理解这个船长对音乐家的偏执。更有趣的是，布鲁克也是从路飞遇见到发出邀请用时最短的一个。船员的配置在此终于圆满，战斗输出为主的剑豪索隆、航海士、狙击手、厨师、医生、历史学家、船工，布鲁克就这样哼着宾克斯的美酒出现在了浓雾之后。在音乐造诣上，布鲁克除了名曲宾克斯的美酒，再也没出过什么像样的曲子。灵魂之王演唱会这种情节看起来插科打诨，直到左舞蹈去见猫腹蛇老大的出现，又一次让人被旋律吸引了。这是一首和猫腹蛇老大其人一样傲娇可爱的歌。因为出场顺序的缘故，布鲁克直到最近2年后才真正被开发出来更多的战斗力。没有办法，当初他一加入就团灭，大家在香波地群岛被各自拍散。按照惯例，我们从大家的相遇说起。路飞一行人是在伦巴海贼团腐朽的破船上找到了布鲁克，当时的情形既阴森又好笑。大家抽签决定哪些人陪路飞去破船上探险。娜美、乔巴、乌索普吓到胆汁倒流，只有路飞、索隆、罗宾他们跃跃欲试。在大家上船之后，50年没见过活人的布鲁克兴奋得喋喋不休，还请求罗宾让他窥视内裤。这个看到美女就想看人家内裤的梗也成了他的标志。按说他可是船上最年长的人，但其实性格更能和路飞、乔巴玩到一起去。对这副骷髅充满好奇的路飞立即邀请他加入草帽一伙，布鲁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于是他到了桑尼号共进晚餐，饭桌上乌索普还一身驱魔装备对着他，想把他恶灵摧散。此时布鲁克酒足饭饱，虽然很想答应路飞和他走出这片浓雾，但是他说因为被月光莫利亚夺去了影子，所以他根本无法出现在阳光下，否则就会灰飞烟灭，并且提醒路飞他们远离这片诡异地带。嗅到危险就像嗅到肉的路飞当然是哪里要命去哪里。草帽一伙踏上恐怖3维船之后就厄运不断，这期间布鲁克找来了大量的盐，才得以让局势扭转。他们利用盐净化僵尸，并且救出弗兰奇与罗宾。在索隆终于打败龙马后，时隔多年，布鲁克的影子回来了。可是在所有人以为大获全胜的时候，七武海的暴君熊突然跑来捡漏了。路飞打败莫利亚后连手指头都动不了了，熊却要取他的脑袋。说实在的，他就算是斗龙的儿子玩，也不带这么吓唬人的。索隆和熊的交易，布鲁克看到了全部过程。也许在这之后，他更坚定了要加入草帽的决心，并且他没有告诉路飞索隆对船长的守候，这大概是一个快活过100岁的老者才有的智慧。布鲁克把收录有伦巴海贼团演奏的宾克斯的美酒音贝拿出来，和自己曾经的伙伴最后合奏一次，然后将音贝放进自己的头盖骨。他也得知了鲸鱼拉布还在红土大陆那边平安无事，而且依旧等着他们回去，于是下决心有一天一定要去完成和拉布的约定。就这样，布鲁克以音乐家的身份正式加入路飞一伙。他单膝跪地自报家门，把悬赏令掏出来给大家看，像宣誓一样认了船长。虽然上船后布鲁克其实很容易和年轻人打成一片，一起犯傻搞怪，但毕竟没白活那么多年，该睿智的时候还是很靠得住的。在之后就是大家熟知的香波地群岛危机，路飞眼睁睁看着伙伴被熊一个个拍散，直到2年后重聚。这期间基本属于路飞顶上战争的单线镜头叙事，布鲁克除了搞怪好色，一直都没有更多的展示机会，以至于出现了布鲁克是尾田塑造最失败的角色这种说法。这种说法我是很不同意的。布鲁克确实前期的存在感太低，但是经历过大麻蛋糕岛，布鲁克可以说狠狠地刷了一把存在感。因为出场靠后，其实尾田也在努力平衡角色比重。2年前布鲁克还没来得及表现，所以2年后兵分两路，就让他和路飞在一起，连看索隆的时候都少了很多。要在新世界出场人物众多的情况下给到布鲁克充分的表现，应该是让尾田煞费苦心。在蛋糕岛前后这段剧情，前有罗的加盟大力吸粉，几乎在粉丝排名上压过2年后表现不佳的山治；后有慎平正面刚大妈，说自己要做未来海贼王的船员，霸气加入好猫一伙，直接让这个蓝胖子人气爆棚。布鲁克想要在他们中间刷自己的存在感，也是极为不容易。首先，他理智冷静地让佩德罗做诱饵，
成功拿到历史正文拓本，并且正面对战大妈，来了几次过硬的招数。以为他这2年只顾得开巡回演唱会了，没想到其实布鲁克把果实能力和剑术都提升了一个档次。之后破坏大妈的茶话会时，在山治自顾不暇，路飞影分身的战略失败后，他不经意的来到大妈身后，一锤子敲碎了修女照片，重创了大妈的精神，得以取得杀掉她的机会。在这一阶段，布鲁克的作用直接决定了整个出逃计划的成败。虽然最后还是波折不断，但我想布鲁克就是这种会出其不意制胜的对手。经过万国岛一战后，布鲁克的战斗能力得到了展现空间。就他对黄泉果实的开发，我充分分析了一下，布鲁克的能力是与灵魂有关，其实和大妈的果实有类似的地方，属于上下级关系。比如赤犬的岩浆果实可以克制艾斯的燃烧果实，我理解为同属性果实之间的上下级。不同的是，布鲁克的黄泉果实是对自己的灵魂有用，现在他就开发出了灵魂出窍的新招式，而大妈的霍米茨可以制造出别的生命体，还可以夺取别人的生命，基本就是黄泉果实高阶版。在战斗技能上，布鲁克可以将果实的气息缠绕在剑上进行攻击，并且他还有异常快速的移动方式。当他进行斩击之后，在剑回收鞘中，对手就会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遭到攻击，可见布鲁克速度之快。有人猜测布鲁克下一步提升可能还会把速度攻击更进一步，并且布鲁克的剑释放寒气后可以冰冻指定物体，这招其实在物理攻击上算厉害的，和前海军大将亲制的冰冻果实作用相仿。只不过它不能大面积冰冻物体，如果继续开发，到时候布鲁克见点海面就来一个冰河世纪一样的大招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什么都有待开发，还有布鲁克的音乐可以催眠让人产生幻觉这个作用，在蛋糕岛我们只看到他悄悄施展就已经很厉害了。所以布鲁克的战斗就现在所知，其实功能性涉猎很广，而且纵向比较应该仅次于3大主力之下。黄泉果实觉醒的话，可以瞬间移动、置换、冰冻。经过蛋糕岛这个过渡篇章，所有人在和之国对阵凯多时一定会有大幅提升。到时候布鲁克会有什么精彩表现，我还是很期待的。2年后的他其实已经展现出智将的模样，也是船上冷静靠得住的老者。布鲁克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讲死人笑话和看内裤的布鲁克了。想象一下，布鲁克拥有不死之躯，多年以后甚至1000年以后，蒙吉蒂、路飞、海贼王的故事就是他在一直传颂着，也是很美好的事情啊。我是先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